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在美俄峰会当中，川普他讲了一句狂言，他说什么？只要我在的时候，中国他是不可能会侵犯台湾的。为什么他有这么样的力量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中国没有钱了。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可能会吓了一跳。这是在维吉尼亚州里面，竟然真的被他弄出了一个叫做全球 AI 的首都，这里竟然占了全球70%的网络流量。于是，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一场 AI 的军备竞赛中，中国已经慢慢的没办法跟上美国的脚步，甚至完全拖累了整体的经济。所以，是从这样一路看起来，中国如果要玩这场 AI 战下去，习近平真的没有钱了吗？习近平他真的玩不下去了吗？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中国跟美国都在拼所谓 AI 的这个建设。那的确，美国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在 AI 建设是弄得风风火火，但是中国人似乎是有一点点落后了。那尤其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都在注意一个观点是什么呢？这个川普接受在 Fox 的这个专访的时候，他说什么？习近平告诉我，你还是总统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入侵台湾。而我的回应是，好吧，我很感激。大家一听到这个就是说，哎呀，这个川普在颠老多啦，颠老多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普丁看嘛，所以他就说，你看，连习近平都听我的话。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中的意义，为什么突然讲到台湾的问题呢？因为川普现在知道，我要拼 AI 的话，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台湾啊。那如果这时候这个所谓习近平入侵台湾的话，那我是不是 AI 拼图就少了一大块？所以他才问他这个问题嘛。所以习近平才跟他表态这样嘛，说我绝对不会碰。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没有问题的。对，再加上说，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个重点吗？川普最近，你看川普最近来说话，他不是少了很多这个沙特阿拉伯也投资非常多，阿联酋也来投资，日本也来投资，韩国来投资，欧洲来投资，这么多国家到美国投资，照人家投资什么？投资 AI 啊。那 AI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成效？当然有。我们看目前为止来说啊，大家说，现在有一个全世界的 AI 首都，有 AI 的首都，你知道在哪里吗？在哪？你以为说，在德州啊，在加州？没有，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白色的都是所谓的资料中心啊，一座又一座在这边建立起来。维吉尼亚州过去是个农村小镇的地方啊，那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变成是你看世界 AI 首都，然后占了全球约莫70%的网络流量都在这个地方。美国已经建设起来了。那中国呢？中国当然不甘人后啊，他马上就说什么？你看中国马上一个报道，我们要求我们要建资料中心，然后他就说我们要用什么？我们国产的这个晶片，对，然后我们要超过500个新建的资料中心，包括内蒙古还有这个广东等等地方。他说减少对辉达的依赖，对，我们要靠我们自己人。对，没错。好，那盖了那么多之后，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不用辉达的晶片，你用国产晶片，你又更耗电，然后你的效能又不好。你又要美国盖一座，你搞不好盖2、3座才能够跟它一座的量能比啊。那你盖2、3座，你还要那么大的耗电量，所以等于耗死你啊。那现在对中国来讲，他根本没有钱可以盖啊。所以呢，而且美国知道美国这些钱呢，很多都不是他的钱，对，他是啥？沙特阿拉伯的钱，然后这个日本的钱，然后这个各国的钱，他根本没出1毛钱。所以等于是这一场 AI 战争里面，这个川普已经稳坐赢的这个局面，你中国还没有钱可以盖，没有国家会帮你盖啊。所以呢，事实上这个 AI 竞赛里面来说话，中国毫无疑义已经败给了美国，而且美国也明白跟你讲，台湾是我的核心利益，你最好不要入侵台湾。那这个习近平说我不会入侵，那你看他的说法是好吧，我很感激。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台湾相当之重要啊。而且这样一路看下来，现在大家对习近平信心也越来越少了。当然，刚刚特别提到桥水基金，他多么信任中国，他过去投资他那么多。结果他在看的时候，他闻到这个风向，他测到这个风向，马上抽身400多亿新台币，说抽就抽。这日经新闻中文版说什么？他说桥水基金清仓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那甚至连这个南华早报都说，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第2季卖光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的持股，总价值高达14.1亿美元，价值是423亿。那卖了什么呢？卖了什么阿里巴巴啦、京东啦、拼多多啦、百度啦，还有这个电动车的制造商蔚来啦，旅游服务的提供这个西城嘛，还有餐饮的这个服务的百胜中国，就肯德基这些啦然后还抛售包括说好未来等等教育集团啊、美住的这个酒店啊、贝壳控股啦，一大堆全部都抛售。所以也就是说，他目前为止呢，在中国，在这个美国这个纳斯达克或是美国上市所有中概股，它完全卖光光。对，然后他还什么？他还这个通过这个
退出一些这个所谓的我们 ETF，你有所谓间接投资中国，我也都不要买。你看，包括说什么这个 Share MSCI China ETF， 然后还有这个 iShare China Large Cap 等等 ETF， 它全部都可以卖出。所以只要跟中国中概改这个抄上边的，桥水全部出清就对了啦。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桥水会这样做，他过去打理由就是因为看好中国市场，他才要买这么多的。这也太奇怪了。桥水基金在去年还以2160万美元，约新台币6.5亿，增加了这个所谓的对，他还去增持阿里巴巴，结果第二季说不要就不要的。那显然他已经看到什么迹象嘛，对不对？他这种大的这个对冲基金，他一定看的讯息比我们更多。好，看到什么讯息？他觉得中国的经济真的不太妙。好，那这个到底中国经济到底妙还是不妙呢？我们先给大家看几个状况。第一个，最近的外资7月的时候，突然减了这个中国3000亿左右的这个中国债，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本呢，他们都去买中国的债，因为债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息嘛。那为什么要减这个债？当然就认为说，哎呀，你可能这个中国未来的经济我没有那么看好啊，所以他就7月间1个月就卖了大概约莫3000亿人民币左右的这个银行债券。另外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是靠所谓直接外资投资，就外资在那边投资很多嘛，就没想到你看这是什么？经济弱跟关税战使得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第二季的 FDI 只有高峰值的8%。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国来直接投资的已经降到87亿美金。87亿美金来说的话，你看不仅低于第一季的这个147亿，它只是2022年第一季最高峰的8%。这也差太多了吧？对啊，你看以前可能有100，现在只有8%的这个外资的来，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中国的外资逃了逃。好，那我们讲逃了逃，我们讲一家公司，这是什么？这总部是在新加坡，然后在香港上市的这个半导体封装叫做先进半导体设备公司，那简称叫做 ASMPT，那因为呢，他就说啊，这样啦，我最近呢准备要关闭在深圳宝安区的先进半导体设备公司这样的状况，那我要裁员大概是950人左右，然后重组费用到一次性到3.6亿人民币左右，包括遣散费、停业支出，还有库存损失啦，但每年可以节省大概1.15亿人民币的这个状况，然后这个大家对中国晶片也开始紧张。为什么这样？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很怕被美国制裁。美国接下来不是有这个232的调查吗？对，232调查说，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中国有工厂，你觉得这些中国工厂未来被课多少税？所以这一家 SMPT 它原本是没有亏钱的，是啊，它没有亏钱是啊，但是它提早走，我宁愿把这个所谓的遣散成本拉得非常高。对。如果美国要杀下来，我宁愿我先跑。对嘛？所以这就他也讲嘛，关税战嘛，这就是关税战让整个企业就不想买嘛。那你看这个公司走了之后，你看他们在什么工厂的外面就千人在那边这个抗议啊，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你们没有做错什么，做错是谁？是习近平的政策错误，他跟美国打起来了嘛？你们是有赚钱的。对啊，那就这样啊。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因为关税战的问题，他们那边哭啊，说你没有用啊，大家都对中国的这个晶片业都投下了一个不赞成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就讲，除了这个说外资开始跑之外，这个当场的半导体公司都要跑之外，我们讲连中国自己都不看好。照你看，中国官方有发布一个这个国家金融，他们的国家金融与这个发展实验室，这是官方认定了这个金融专业智库哦。对，他最近报道一个叫做中国第二季的宏观杠杆率多少哈，第一次突破300。好，那什么叫做宏观杠杆率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除非金融业之外，政府、个人还有包括企业。我们的负债比例到底多少？这个总体算起来就是我们国家的负债嘛。不论你是来自个人，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超过300。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每一个人平均要付这个约莫是付这个，假设我们 GDP 是1的话，我们的负债就是3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负债比例是300。好，那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照我跟你讲，它突破300，对不对？目前为止，全世界呢重要的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国家突破300了，那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会失落30年？就是因为它的负债一直不断的印钱，然后就负债比例是不断的增加。那我们都说美国很夸张，对不对？照了中国突破300，对不对？美国多少？美国250。所以如果我们说美国会破产的话，中国更有可能破产。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美国的债务已经很高了，那中国的债务更高啊。所以那这个数字来说，就让人家觉得说中国真的完蛋了。所以等于负债比相当之高。好。那除了负债比相当之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最近中国民众都在讨论的是什么呢？照我们是不是要缴这个社保？对，我们是不是要缴保险？保险来说，我们都要缴嘛，对。那我们要缴的时候，你看我们每一次保险的时候，
我们大家说，要提升保费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哎呀，政府要割韭菜啊，政府是不是财政有问题啊？是不是怎么样之类，对不对？就没想到中国最近有一个新闻说什么？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中国有雇主跟雇员之间呢，可以私下就说不要缴社保，就说啊，这个我们为了要减少我们公司的这个支出来说，我不要给你社保，那你也不用缴，所以大家都不用缴，这样是你也省钱，对，我也省钱，这样好啊。对啊，到底是很多中国企业大概有1半或者1/3以上了，都是这样子哦。所以中国就说，你看他就是法律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解释说不行，不能这样。好，那你讲这到底影响多大？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员工的薪水是5000块人民币哈，然后雇主要缴到这个2000到3000，就是我要社保这样，然后你本人也要缴1000块，所以就以上海为例来说话，如果假设缴纳的基数就是我的薪水是7384块这样子的一个集聚来说，我的社保要交到3000，这个2700耶，我薪水是7300，结果我要缴到2700耶。这比例也太高了吧？这比例高到有点离谱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事实上大家就不想要缴这些部分嘛。但是中国说不行，你要给我缴。那你给我缴的话，知道人家这个钱到哪里去吗？到哪去？到他们的社保基金呢？那社保基金用来做什么？护盘，就是用来护盘啊，用来改善我们国家的这个财政啊，就这样的状况啊。所以人家就说，你根本不是割韭菜，你是不是？你用这个，人家很多人就说你在交什么社保税嘛，就这样一个状况嘛，对。像我们之前，我们不是有这个补充保费？要弄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其他基金去，大家都不是说你在缴这个全民健保税一样的意思啊？他们这个也是按你缴这种社保税一样，然后大家都骂翻天，然后他们还出来说什么？哎呀，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这个人民日报的哦，这个不可误读政策哦，误导公众。这哪里误导啊？误导公众就是像我们说的，说你是缴这个社保税，7384已经被抽了2700了。对啊，所以你就知道是中国民众很多人就叫苦连天。那我跟你讲。这些人大部分是什么人？大部分人就是我原本呢，因为我不想缴这1000块嘛，所以很多都是中下阶层的劳工，就没有他们现在被迫也要缴，所以那这些人来说的话就更加困苦，所以我才说这是个恶性循环。好，那我们讲恶性循环，我刚才不是说吗？中国的杠杆率是300以上，对不对？美国是250，所以川普很聪明啊，川普也说啊，我们美国负债不能再增加，所以他现在是不是要降低美国负债嘛？对。问题是你要投资那么多 AI， 请问你要谁投资？外国来投资，盟友来投资。对呀，盟友，所以你看他就是250挂在这边没有关系，盟友来投资 AI， 但是中国300挂在这边来说，请问他谁会投资给他 AI？ 不会，他只能够在自己再往上冲，往上冲的时候，他会面临什么成果？他会爆掉啊！对，所以这就是川普目前为止就跟你所为什么说这个目前为止川普的 AI 战争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打赢了一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接下来讲就是目前为止的世界资料中心在哪里？我们刚才不是在维吉尼亚州吗？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所谓这个布莱尔菲尔德这个地方，好，他为什么？因为原本呢有一个人搬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想说几年前，2013年，他讲这个地方都是乡村环境啊，对，都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全都是田呐。对啊，你们记得我们以前不是有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West Virginia， 就是在这附近啊，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农场啊。就没想到他也想要过这种好环境，就没想到这几年完全不一样，完全变了。对啊，你知道他原本有一次以前是这个画面也太厉害。对啊，小庄园，然后我们的无人机这样升起来的时候，没错，后面都是资料中心。你看前面真的有那种 Country Road， 不是说好的都是树木吗？以前真的有那种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那种感觉，现在不是你升起来之后，后面全部都是 AI。这个我要一栋大型的白色建筑物，这个一栋一栋全部都是 AI 的资料中心。对啊，所以这完完全全我们刚刚指的这一些，这是一个住宅区。对，住宅区，大家住好好的。对啊，结果我一打开我们家窗户，是往前看，对，这边全部都是资料中心，对，都是这么多的资料中心。他就说什么？我1公里之外的这个社区来说的话，都是建筑物这样子，然后不是住宅。那这2个社区被大型的，你看这2个社区被大型的这些所谓的把它还被围住。对，那框住里面来说，他们里面有什么？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伺服器，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力设施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劳登这个地方就赢得了全球资料中心之都的这个名号。好，所以这个目前为止在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空拍图。空拍图来说，你看这是2013年，当年他来的时候，真的是都是农田啊，对不对？你看都没有什么建设啊，你看这个路了很大条，然后都没什么，都是绿绿的。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这边从原本都
没有什么东西，现在变成是全部都是白色建筑，这边还有一间一间厂房，都是一间一间的。这边还有，对，这边一大堆，全部变成都是 AI 的这个伺服器来到这个地方，所以等于是现在变成是全球 AI 之路就在维吉尼亚州的农村出现了。好。那我们讲，实际上维吉尼亚州的农村来说，你看这么多密密麻麻，那你看这种分属，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分属不一样。你看这是 AWS， 就是亚马逊的啦，然后 NTT 还有日本的啦，一大堆 NTT 的一大堆，然后还有这个包软体银行的一大堆，你看各式各样的伺服器在这边。然后你知道吗？它这里面的这个目前为止，全美国大概有5400个数据中心，对，然后是第2名德国的10倍，然后在劳登这个地方有200个托管伺服器中心的这个设备，然后占地约莫是49000平方英尺，然后被视为这资料中心之象。然后北维吉尼亚就变成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资料中心。他说有70%的网络流量就经过这边了，70%哎。所以我们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呢，这些讯息其实都经过那边，都到这边去了。70%哎，对我们讲了10句话，大概有7句话都来到这个地方来哈。那你知道，因为这样子的话，每投入1块，他们的预估哦，你资料中心每投入1块，可以带来26块的这个税收入。你看，这有一个民众就说，我原本想要这个过清闲的日子，结果他说这个民众就出来抗议，为什么？他说我的家距离这个是 Meta 的这个伺服器中心，给他戏霸拱球呢啊，也就是说他可能还听了，走出去没多久就他只是出门遛狗，对啊，走在这森林里面，想说来呼吸一下，分多金，旁边，结果走着走着，怎么景色变了？对，完全不同了，我要的景色都变成资料中心。为什么川普现在会把台湾突然拿出来讲？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太重要，台湾。照我问你，这些伺服器中心，你觉得这些东西资料这些都来自什么地方？台湾。它里面的 AI 的晶片就是台湾做的，然后里面的伺服器很多都是台湾，要么就是广达，要么红海，要么就是这个伟创他们做的啊。那很多零组件都台湾做了，所以没有台湾不行啊。所以他为什么会一直讲到台湾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另外一个，那既然美国要拼 AI，所以当然就有人闻到商机嘛。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么？这个我们的红海的董事长刘扬伟他就说，我们现在要跟这个微软这个软体银行要进军星际之门的 AI 资料中心。那么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的 OpenAI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奥特曼，还有这个艾里森、甲骨文嘛，还有包括说像软体银行的这个孙正义，他们3个不是到白宫去见川普，是说我们要投资5000亿的这个计划。那5000亿的计划目前为止是有点 delay 啦，不过未来他们准备还是要开始买，约莫是10座资料中心。然后部署200万颗的这个 AI 中心，要打造全球最大的 AI 的资料中心。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开始做，那你跟我们讲还有很多计划都要开始做，所以这些来说的话都会开始。那孙正义就是他计划，所以他就是说，因为 Oracle 是负责这个伺服器的处理嘛，那他已经拿掉 Oracle 的资料中心嘛，那这个奥特曼是负责处理所谓平台嘛，那这个所谓的孙正义就负责制造，那孙正义就是跟我们鸿海对接。所以前一阵子，我们鸿海不是把这个俄亥俄州厂原本属于 Lordstown， 就是美国的一个这个所谓汽车的这个工厂，他不是卖给软体银行？当时人家就说，你卖给软体银行是要干什么？难道软体银行要做车吗？没有，软体银行今天说了，没有，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俄亥俄州厂变成是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那这个未来可能要鸿海来这个地方管，那鸿海本身也要到美国去投资，所以这告诉你什么？这个 AI 浪潮起来之后，美国会大力的，因为美国现在川普根本是空手套白狼，他就找那些人来做嘛。那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商机谁来负责？是台湾来做嘛。所以为什么你看今天台股能够创下历史新高，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嘛，就是告诉你，美国要发展 AI 的时候，绝对最大的受惠者除了美国本土之外，台湾绝对会是最大赢家。国正，我们刚刚提到，在 AI 的军备竞赛里面，美国它走得非常快，但是中国它是一步一步被拖累掉。我们刚刚看到它的财政上面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对于中国，对于习近平来说，我要如何找出钱，比什么都还重要。我要怎么样找出？但从人民身上慢慢割，慢慢割。我们过去讲，你今天住在中国，你缴税 OK， 但你今天在外面的投资。基本上，中国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追踪到的。现在没有，我各种方法，你去哪里投资，你的钱去了哪里？今天一套软体，我全部都要掌握，全部掌握之后，你的税
通通给我吐出来。所以韭菜种了7年之后就可以割了，因为有科技工具可以追到说现在韭菜涨多高了。所以最近中国包括浙江、山东跟上海这几个比较有钱的地方，突然间很多人收到简讯通知说你要缴税了。因为我知道你海外有账户，例如香港有个上海有个黄先生被抓到说你在富牛证券里面富途证券里面竟然有赚钱，所以你必须要缴20%的税，所以吓坏很多中国人，甚至你在中国居住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其实你只要居住证，你都会收到这个通知说，对不起，我发现你海外有所得，你必须要缴税的。其实，在中国股票交易是没有税的，而且如果你用中国的管道，你再按账户就是沪港通，你跑到上海去投资股票是没有税，没有所谓的资本利得税，你只要跟台湾有点类似，是缴交易税，因为股票买卖才有税。可是你赚的钱如果你今年例如你赚了100万，你要缴20%的税，这叫资本利得税。其实中国是没有了，而且它本来在香港是规定2027年是没有了，但很多人其实不是投资香港，而是把钱搬去哪里？搬去美国投资，甚至搬到香港去投资。对，但是他是用离岸账户不是中国，他直接搬走了。没想到，奇怪了，我怎么会最近会收到这个简讯呢？是因为中国大陆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加入了所谓的 CRS， 就是要共同申报，全球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申报。台湾其实也有，所以他在7年前他已经就加入了，开始做这件事情。2020年甚至已经公布相关的准则了，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所以你都会以为说，奇怪了，他是不知道吗？课不到税吗？其实他已经慢慢在准备这些事情了，因为韭菜涨还不够高嘛，人逃出去还不够多嘛。尤其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好的时候，股市不好，钱逃出去就多了。所以今年就突然间他做出一个 APP 的软体，其实我告诉你，我已经跟120个。全世界银行跟券商跟资产管理公司的金融账户资讯、账户余额跟联系方式，他通通都掌握了。太夸张，等于是他一手把你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抓在手上，你钱流到哪里去，我都知道，你不要想要跑的。所以这个韭菜其实种了7年啊，如果你突然间才发现，其实你发现太晚了，你已经被他掌握。所以2个最知名的公司一个叫富途证券，我们台湾其实用很多叫富途牛牛，其实它的资讯像彭博那么方便，但是它是中文的，它给的新闻也很快。对，同时也很多人台湾人用它在下单，但中国人用的多，就是因为有一个叫 Roger 黄的人，其实他过去3年在港股交易的获利20%。其实中国政府都掌握了，所以他已经弄很多年了，他只是闷不吭声的，什么时候要出来割韭菜？所以今年开始其实是从湖北、山东、上海、浙江这4个省开始抓，但是接下来全中国都有，你放心，因为工具已经完整了。《金融时报》就讲得很好啊，其实就是在补足中国现在的资金缺口啊，经济不好。但是韭菜要什么时候割？它长大的时候再割啊！所以很多台湾人你要知道这些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土地销售崩跌，房地产很惨，北京其实需要很多钱，刚才讲了很多钱要补。所以如果你拿居住证的，我告诉你，因为我见过很多台商会长，其实他是有居住证的。对，你当然这个数字一直都被两岸会讲得很模糊，不敢去证实。很多台商会长，我是亲眼看过他们有居住证，这些台商都蛮有钱的。我告诉你，其实你只要海外有账户，对不起，他现在都可以追得到。刚才讲了吧，照样割。3年前的交易清清楚楚，这个很重哦。在台湾你没有资本利得税，没有20%。对不起，如果你在中国有居住183，你在美股赚了很多钱，追3年，你通通都要吐出来。所以习大大要怎么样？大割韭菜了。不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这场 AI 竞赛里面，中国的财政完全是被拖垮，但是那个是包括了中产阶级，甚至中下阶级，一个韭菜慢慢被人家割。我们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中国很有钱，真的比我们想象中太有钱了吧？你看到这个人，这个是他们的古画大师，国画大师叫范增。没有想到他失联了，为什么失联？因为他女儿在海外说我爸爸到底去哪了？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范增被他的继子带走，甚至被他小50岁的嫩妻给带走了。为什么带走？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位国画大师范增，他竟然有84亿的收藏品。是啊，应该是这样讲哦，赵和，这个是姓
谎言跟艺术品啊，现在是在整个中国都砸锅，你知道吗？这个范增呢，他是非常非常知名，应该可以说是中国前10大的一个艺术家哦。那他的作品啊，最高可以卖到之前好像在记录上大概有卖到2-3亿新台币，2-3亿耶。对，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有84亿的身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所有的相关的艺术品现在还在他身边没有出卖掉的，加起来大概有80几亿。非常非常惊人啊！你现在看到旁边有一个长发女子啊，然后皮肤非常白皙，那个是谁？那个就是现在传出来的嫩妻啊！其实她也37岁，但因为呢，范增已经来到86岁，所以小她快要50岁了。50岁的。对，你看，其实她非常漂亮高挑哦。那现在就发现哦，这个嫩妻才嫁给他这个范增才1年的时间。怎么感觉突然之间好像外界都找不到人，不管是画廊，不管是他的学生，甚至是他2房的女儿要找他，都找不到人哦。我觉得最夸张是什么？你看到这一张照片，他回去之后才发现，我家怎么被贴封条了？是人不见了，家里还被贴封条，就表示人去楼空人去楼空。然后那些老管家就开始慢慢把话说出来。他说，事实上从那个大概7月开始哦。这个新太太啊，她就开始把家里的东西一个一个搬出去了哦，把这些值钱的一个字画，然后一些收藏啊，都搬出去了。那我们也觉得怪，但是呢，我们不能多说的，多说的话，我们就是会被他骂的。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人，原来被人家起底了，他原来是卖车子的，然后卖车子呢，后来就整容整一整之后呢，就说啊，他现在在央视里面，其实也是个主播，专门在介绍车子的。后来不寻常的来了。大家不是找不到他吗？大家想说完蛋了，完蛋，他竟然失踪了。有一个人贴文了，对，范逸夫。范逸夫是谁啊？范逸夫就是这个三太太的继子，其中一个继子，他总共有2个继子。他原本是姓虚啊，因为他的生父是姓虚啊，必须的虚。结果呢，因为他他妈妈嫁给了这个范增之后，他就改姓范。那这个继子呢，他突然贴了一个贴文说啊，陪老爷子来看展了。结果呢，它的有趣的是，它的相关的 IP 竟然是显示在法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看展后面被人家发现，它的展览是7月29号到10月28号，北京陶然天美术馆办的一个范逸夫山水画展。就有趣的来了，就换句话说，这个继子哦，就是在这个北京这边办了一个展，但是它的 IP 却显示在法国，然后有趣了。这个刚提到的这个爸爸，也就是这个范增啊，跟这个新太太啊，2个就现身在这个展里面，就是这一张。对，不过他真的变很多对，你刚刚不是说他在卖车的样子，他每一次的妆都画得非常好，结果这次出来。他飘了韵味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不是妆化的非常好，是身材非常好，跟葫芦一样。就现在突然之间，竟然变成飘了韵味，穿了宽松的衣服。那后面那个白衣服呢，应该就是他那个继子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继子，事实上不是他亲生儿子哦。有趣的来了，因为现在又被人家进一步起底啊。这一个范逸夫他的一个哥哥还是弟弟的，叫范仲达。原来范仲达跟这一个刚刚提到的徐萌。之前有不正常的传出有不正常的一些相关的紧密关系。你说他们2个以前是情侣，结果你今天跟我交往完之后，你就跟我爸交往了。应该是说有这么离奇的故事？是，因为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呢，他原本跟他是有一些男女关系。后来啊，他知道就是这个继父哦，也就是范增哦，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他的亲生妈妈，也就是这个妈妈身体也不好，然后呢，那妈妈就想说，哎呀，我想要找一个人啊，来念那个书报，念给这个老公听。结果呢，他就把他这个徐萌就找来了，就开始念书报，让他们妈妈还有这个继父都熟悉。就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后来就真的离开人间之后呢，长达2-3年的时间，这个你刚刚看到非常漂亮的徐萌，就一样陪伴在他身边，就这样子接近着，就成为他的第4任太太了。那到底这个第4任太太，变成是这个第4任太太中间是不是这个继子居亲安排，然后故意从中安排，还是2个人有什么样的故事？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现在的性谎言艺术品这整件事情在中国炸锅，而这高达84亿元的画，
下落目前为止仍不明。因为我们刚刚讲，在这场中美的 AI 的竞赛中，习近平不能输啊。他如果输的话，他退一步，他的位置可能就没有了，就被骂翻了。所以他现在只能冲的情况下，完完全全经济都被拖累了。为了要把这个经济的钱这个洞给补了起来，他必须要对民众割韭菜，割，知道割到什么时候？割到最后什么都没了吗？现在割韭菜有2个东西了哈，当然最近来讲的发展，当大家都骂习近平骂翻了。第一个就是针对海外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有钱人，也就逃到海外去的，你不要以为你逃到海外去哦，那你如果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话，我会把你以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时候的钱把你追回来。对，你看到最近哦，很奇怪啊。为什么澳洲会传出这个杨懒懒的事情，对不对？杨懒懒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车祸事件，那为什么会在中国内部激起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仇富啊，或是排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那仇富的心态来讲的话，不就是要让它营造一个气氛？这什么气氛？如果政府出手，把海外的这些有钱人的不管是富几代啊，把他的钱都给拿回来的话，那或者是课征什么样的税的话，那这时候呢，国内的民众是不是会特别支持习近平的做法？当然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拿到钱，一方面又可以获得内部的支持，这何乐而不为呢？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香港，当然我们讲说美国查税查很重，如果你有美国国籍或是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讲的话，你的海外国民也是要课征这些税，对不对？那中国他就仿照啊，你跑出去了，我基本上你课征回来，我照美国这个做，何乐不为？那这种做法来讲，我们刚刚讲一干米狗蒙拉养水口，这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第二个事情啊，你看到9月1号开始强制征收社会保险，就社保。那社保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现在很多中国大陆很多在网络上哭诉啊，比如说有一个法律系的大学生，他毕业之后，他说我1个月薪资目前只有2500块人民币而已。结果社保扣一扣，到最后我留在这身边能够用的只有700块人民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基本上是不想缴社保的。为什么？我缴了这个负担以后呢，基本上我的生活费用就减少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强制要这个征收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企业界会怎么做？一般私人企业怎么做？就把你 fire 掉啊！我根本不要雇你这个年轻人啊！所以现在已经传出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很多企业开始在找老人了。要找老人，要聘雇老人来担任他们的职员，为什么？因为老人以前缴过社保，没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这个成本就不用缴了。所以你知道强制征收社保，当然利益好像很好啊，但是事实上来讲，就是会不会中央政府也缺钱？我用了社保这个强制征收之后，回到政府机构，那政府的这个裁员又增加了。那但是呢，对民间来讲的话，企业成本负担又加重，个人的收入来减少，然后这个负担也加重。当然，习近平在今年4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概念了。但我们讲说很多的这个政府呢，走到这个或者说中国的历史朝代来讲的话，各朝各代走到最尾端的时候，通常都是巧立名目，很多的税收来讲的话，都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名目出现。对，那比如说我们讲宋徽宗、宋钦宗来讲的话，他们就巧立很多的这个征税的名目。明朝的末年，崇祯皇帝也是巧立名目，弄了很多的课征重税。更惨的就是你知道吗？当时不是元末的时候，朱元璋的老爸为什么后来被打死？他们家为什么牛被牵走？等等之类，反正就是因为就是税负越来越重。当税负越来越重的时候，民众就开始会有一股势力，就开始反政府了。反政府的这个朝代要准备要即将结束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中国开始进行这个巧立名目，开始要进行课征什么样的，不管你说保险费啊，或者是税收来讲的话，通常都是内部已经开始在进行空虚的时候了。那为什么吗？因为他在走前苏联的老路了。为什么叫走前苏联的老路？因为他们中央没有钱了。如果没有钱的情况之下，他巧立名目，税收也好，保险也好，他拿了这些钱，他目的干嘛？他不是要发展经济的，他是发展军备的。你看发展军备之后，不是要跟美国来对抗吗？下水饺的这个海军啊，航空、太空事业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搞到最后来讲的话，民众这个什么腰带勒紧，但是呢，发展重型的军工经济来讲的话，那没有用啊，民众得不到任何利益啊，所以到最后来讲，内部有可能发生一些不满的事情发生，甚至于发生一些暴动。那外部不然你看到最近什么江油事件也好，或是各省有一些串联一些事件，都是什么？都是不公不义加上一个
经济方面的不佳的情况之下的一个社会氛围出现了。那如果你要用这个东西来跟川普来对抗来讲的话，到最后中国只留下什么？就是强征税收的情况之下，到最后来讲的话，可能会垮台。AI 讲求的是什么东西 ？AI 讲求的是高科技的东西，而且高科技的晶片，你这些东西都被美国封杀的情况之下，你就算有钱又怎么样？因为为什么呢？上面来讲的话，拨款预算下去来讲，下面来讲就有对策，就把你这些钱吃掉。你过往来讲，中国也不是说没有去补助啊。来做这个 AI 或者做相关的这个产业啊，结果到最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上面呢吃紧，下面紧吃，所以这种情况造成上下其手，中国国库亏空的情况之下，这个朝代有可能就会有颠覆的这个情况。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